特朗普的口误将阿拉斯加划给俄罗斯，夺回阿拉斯加也是普京的目标。俄斯拉托夫炼油厂停产，见证着无人机仓库再次遇袭。乌军特工队攻入克里米亚，反攻进入倒计时。赞格佐尔走廊彻底影响乌俄走向。以伊或再次开战，以哈谈判已成过去式。人口急剧减少，韩国军队兵力6年缩减11万。俄黑客入侵美国，网络战成为常态。俄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即将出海测试。精彩资讯马上开始。特朗普接连2次口误，要去俄罗斯见普京。但我们很早之前就说过，美俄谈判在阿拉斯加举行。特朗普这是直接将阿拉斯加划给俄罗斯了，这是普京梦寐以求的。作为曾经贱卖的领土，俄罗斯很早就想收回来了，只是一直没敢说出来。在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本来是在讲华盛顿特区，但期间转移话题，提到与普京进行会晤。在特朗普的表述里，自己要去俄罗斯见普京，并且还提了2次去俄罗斯。美俄谈判是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举行，特朗普与普京都会参与。这是自2021年以来美俄总统首次会面，也是普京10年来首次访美，地点选的相当合理。俄罗斯代表团只需飞越白令海峡就能抵达目的地，并且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不承认其管辖权。即使普京已经被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逮捕令，也不用操心其他问题，避免了不必要的纠纷。不过阿拉斯加这地方早就被沙俄贱卖给美国了，并且在1959年阿拉斯加成为美国第49个州，这点是国际承认的。结果现在特朗普不认了，把阿拉斯加划给俄罗斯。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特朗普这是口误，并强调阿拉斯加属于美国。只能说美国总统这工作不好干呀，累成这个样子，结果肯定是口误。如果特朗普今天把阿拉斯加还给俄罗斯，明天就会被人扔臭鸡蛋。不过特朗普是口误，普京却是实打实的想拿回阿拉斯加，完成其开疆拓土的目的。最开始的时候，阿拉斯加的确是俄罗斯的，当时还是沙俄时期。1732年的时候，俄罗斯探险家就发现了阿拉斯加。当时各国划地盘的方式很简单，谁发现就是谁的。从1784年开始，俄罗斯就在阿拉斯加建立永久定居点，并对当地进行殖民化。1821年，俄罗斯宣称对阿拉斯加拥有主权。不过这个主权并没有拥有太久。对于俄罗斯来说，保留阿拉斯加是亏钱的，维持北美定居点的成本太高，并且阿拉斯加远离欧洲，后勤很困难。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俄罗斯需要面对英法等国的军事压力，并深陷财政危机，无力保护阿拉斯加。既然迟早都要丢，不如卖出去还能回点血。于是在1867年，俄罗斯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将152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贱卖给了美国。即使放到现在也就 1.56 亿美元，只能说血亏。等到1959年，阿拉斯加成为美国的第49个州，木已成舟，俄罗斯想反悔也来不及。从失去阿拉斯加那一刻起，俄罗斯内部就有拿回阿拉斯加的说法，像什么阿拉斯加不是被出售的，而是被租用了99年，还有什么俄罗斯从未收到阿拉斯加的货款，所以交易不成立。即使到了现在，还有很多俄罗斯人想拿回阿拉斯加以及其他土地。不少宣传人员和官员都认为，阿拉斯加、芬兰、波兰和其他领土都是俄罗斯的。比如在2024年，俄罗斯主要电视宣传员弗拉基米尔·索罗维约夫就表示，芬兰、华沙、波罗的海国家、摩尔多瓦和阿拉斯加都应该还给俄罗斯。不过如果聊这个的话，英法可就不困了。土耳其也表示我有话要说。国内舆论是这样的，但俄罗斯官方还是很懂事的。比如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在2024年就表示，据一位国务院代表称，俄罗斯不会收回19世纪卖给美国的阿拉斯加。当然，这并不代表真实想法。如果俄罗斯政府表示我要夺回阿拉斯加，夺回曾经失去的一切，你看美国会怎么办？肯定第一时间跳出来表示反对，冲突这不就爆发了。以俄罗斯的实力根本打不了一点。顺带一提，现在美国、英国和丹麦正在阿拉斯加举行北极边缘演习，目的就是对抗俄罗斯，时刻防备可能到来的冲突。俄罗斯拿什么打？而且对于美国来说，将危险掐灭在萌芽阶段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如果俄罗斯表示我要夺回阿拉斯加，特朗普就不会想着主导乌俄和谈，而是全力援乌，说不定 F-35都能借给乌克兰用，趁早把俄罗斯拖垮。就俄罗斯的尿性来看，高层是什么想法，一眼就能看出来。只希望在这次谈判后，普京不会要求把阿拉斯加当作纪念品带回家，要不特朗普真的可能把他送人。至于乌俄战争的结果，就看谈判内容是什么了。乌俄战场之上，双方的空袭依旧没有停止。俄军见证者仓库再次遇袭，萨拉托夫炼油厂停止运作。8月12日夜，俄罗斯出动48架无人机以及4枚伊斯坎德尔导弹袭击乌克兰。苏梅州和顿涅茨克州遭到无人机袭击，切尔尼戈夫州遭到导弹袭击。乌克兰地面部队的一个训练基地也遭遇袭击，造成1名士兵死亡，23人受伤。相比之下，乌军的袭击力度要比俄罗斯更大，也取得了不少战果。8月12日，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市发生爆炸，乌军无人机成功击中俄罗斯的化工企业，距离乌克兰1300公里外，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见证者仓库再次遭遇无人机袭击。在8月9日，该仓库就已经被乌军无人机袭击，现在又来了一次。根据当前的消息来看，仓库至少出现2个大洞。布良斯克州位于乌涅奇斯基区的出油站也再次被袭击，并引发了火灾。在8月6日，乌军就已经对其来了一发，这是第2次，乌军的袭击频率越来越高了。除此之外，俄罗斯的萨拉托夫炼油厂已经因无人机袭击停止接收石油，看来这是受到了严重损害，需要进行维修。在遇袭之前，萨拉托夫炼油厂的产能达到了每天14万桶。在燃料需求出现季节性增长之际，长期停售可能会影响俄罗斯国内的汽油供应，涨价是避免不了的。现在的乌克兰打击俄本土的频率更大，事实证明这也是有效果的，不仅破坏了俄罗斯的后勤运输，还摧毁了不少俄罗斯空天军的飞机，比如蛛网行动摧毁俄战略轰炸机。最近在克里米亚，乌军还摧毁了俄军2架苏 30SM、3架苏24。在战争初期，乌军可没那么好的待遇，想击落俄罗斯的飞机，飞行员只能拿命去拼搏。这也就是乌克兰的传奇基辅幽灵。当夜幕被炮火撕碎，当家园的宁静被警报刺穿，在最深沉的黑暗中，总有一道银色的闪电划破天际。它没有留下姓名，只有一个令侵略者闻风丧胆的代号——基辅幽灵。这并非一人之名，而是无数乌克兰雄鹰共同铸就的钢铁意志。他们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刻，选择化身为不知疲倦的守护神，冲向那片被死亡阴影笼罩的天空。每一次升空都是一场与死神的豪赌，每一次空中缠斗都是在绝境中改写历史。机舱里闪烁的不仅是仪表盘的读数，更是战士们为自由而沸腾的热血。云层中翻滚的不只是战机的伟焰，更是守护家园的坚定怒吼。面对数量占优的敌军，他们毫无畏惧，以单机冲入敌阵，即便燃有警报嘶鸣，也誓死守卫最后的领空防线。那些被击落的敌机残骸，都是刻在大地上的勇气勋章。他们是乌克兰永不坠落的翅膀，是黑暗中永恒燃烧的火焰。他们告诉世界，有一种勇气叫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一种守护叫做我将无我不负家园。战场之上，乌军特工队攻入克里米亚，这是要动手了。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司令部报道，特战小队在夜间攻入克里米亚，并摧毁了阿布里科西夫卡村的俄军雷达。乌军并没有透露使用什么武器摧毁雷达，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款雷达为 TILK10 Scala M， 属于固定夜光雷达综合体，探测范围达到了350公里，主要用于监控空中交通。在此之前，乌军还使用无人机摧毁了 S500 的雷达 98L6 叶尼塞，这是首次有确凿证据显示 S500 系统雷达在战场被摧毁。当时有消息称，这会改变黑海地区的作战态势。除此之外，费奥多齐亚市附近的一个太空雷达站也被乌军发现并摧毁。可以说，这段时间里，乌军的首要目标就是摧毁克里米亚的防空，还要时不时的给科什大桥来一巴掌。想要干什么，大家应该都能猜到，没错，就是攻入克里米亚。如果克里米亚被乌军收复，普京就变小丑了，特别军事行动也会成为彻头彻尾的败笔。乌克兰知道这个问题，俄罗斯自然也知道，于是在克里米亚部署了多款防空系统，预防乌军随时到来的打击。那么乌克兰要做的就很简单了，清理俄军防空系统，打架先出眼，开打赢一半。乌军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在打破俄军防空体系后，乌军的无人机、导弹袭击的频率将大幅提升，逐步破坏俄军的部署，侦察也少不了。乌军无人机可以随时开展空中侦察与打击，截断俄军的后勤运输路线。在最大程度削弱克里米亚兵力后，乌军就有2个选择。第一个就是攻入克里米亚，彻底消灭当地俄军的有生力量。一味的防守并不能改变战局，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打乱俄军的部署。第二个则是围点打援，袭击俄军增援部队。就当前的战况来说，火力军更倾向于第二种可能。当下红军村局势紧张，乌军需要部署重兵防守，没有多余的兵力派遣克里米亚，并且赫尔松仍有俄军部署。乌军想要进入克里米亚，只能使用2栖登陆的方式，难度较大，一不小心就会进入俄军包围圈。从长远考虑，打击克里米亚，逼迫俄军分兵防御，缓解前线压力才是最好的选择。在南高加索地区，美国获得赞格祖尔走廊的独家开发权之后，不仅会影响乌俄走向，伊朗也不愿意了。在美国的调停下，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签署和平协议，美国也获得了赞格祖尔走廊的独家开发权，以及长达99年的运营权。美国、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都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只有俄罗斯、伊朗手上的世界达成了。对于阿塞拜疆来说，开通走廊后，飞地与本土就处于连接状态，彻底结束纳卡孤立的情况，可以针对经济发展和国内资源进行调配，也不用担心之后再与亚美尼亚爆发冲突，安全感拉满。对于亚美尼亚而言，签署协议后，纳卡如何自己不用操心，也不用担心阿塞拜疆违反协议，毕竟中间还有个美国，为之后重建国家安全框架提供了保障，并通过过境贸易、区域合作共享收益，缓解因长期面临封锁造成的经济困境。受伤的就只有俄罗斯与伊朗。从2020年主导纳卡停火到2025年被排除在阿亚和平进程之外，俄罗斯在外高加索的影响力已经断崖式下降。现在阿塞拜疆还在进行全面去俄化。美国修建走廊后，完全可以将其逐步发展成一个军事基地，北上制约俄罗斯，南下威慑伊朗，向东辐射中亚5国，向西打通黑海通道，挤压俄罗斯南部边疆区的生存空间，或者通过渗透激化俄罗斯的民族问题，进而直接影响其国家安全。加上北高加索局势不稳，俄罗斯内部随时都会爆发动乱。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打仗了，不解体都是好事。除此之外，这条过境走廊的建立，把亚美尼亚与伊朗彻底隔开，美国也可以在这条走廊上建立军事前哨站，与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基地呼应，直接夹击伊朗，也可以向周边施加辐射作用，产生连锁战略效果，大幅提升对该地区的影响力。伊朗想继续搞事情，那就要问问美国是否同意。针对赞格祖尔走廊一事，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前外长阿里阿克·巴尔维拉亚提表示，反对在伊朗边境修建这条过境走廊，并认为俄罗斯也在战略上反对。不过反对归反对，无论是伊朗还是俄罗斯，都无法对赞格祖尔走廊进行实质的军事行动。口头上说说，并不能影响美军建立走廊的进度。美国在中东建立一个战略点，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中东方向，以色列与伊朗或许将再次开战，以哈谈判成过去式，接下来会如何发展？以伊冲突虽然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但根据最新消息，最早于8月底，双方就会爆发新的冲突。美国最具影响力之一的时事刊物《外交政策》分析，在8月份至12月份，以伊会再次开战。虽然以伊双方都没有报道此事，但冲突其实一直并未停止。自6月份的停火以来，小范围的交战就没断过。亲伊朗的武装频繁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火箭弹。在8月12日，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就发表讲话称，胡塞武装通过6架无人机向以色列的4处目标发动了4次袭击，其中包括海法、内盖夫、埃拉特、贝尔谢巴。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一架从也门发射向以色列的无人机在埃拉特海岸附近被以色列空军拦截。以军称，由于该无人机对民众不构成威胁，未按照规定拉响防空警报。另一边，加沙问题也变得棘手。8月12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媒体表示，以色列与哈马斯实现和谈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以军将在加沙取得决定性胜利，并全面接管加沙。虽然国际舆论并不支持以色列，希望以色列停止此次行动，但无济于事。目前以色列接管加沙的方案已经流露出一部分，以军将在几个月后围困加沙城，彻底消灭哈马斯。至于真主党，虽然已经被以色列打成残废，但还是时不时跳出来刷一刷存在感。这不，在8月初，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就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新一轮战争，真主党将以武力回应，并表示
我们有能力对抗并打败以色列。哈马斯与伊朗之前也是这样想的，现在被揍成残废了。归根结底，胡塞武装、真主党、哈马斯都是伊朗的小弟，在冲突不断激化的情况下，一再次爆发冲突，火力军并不意外。除此之外，在6月份的冲突中，一夜之间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根据外交政策杂志的报道，以色列在6月份攻击伊朗，虽然是想要摧毁伊朗核设施，但这只是重点打击目标。从本质上来说，以色列的目的是重新塑造中东的力量格局。根据报道，以色列的目标还包括更迭伊朗政权，将伊朗变成下一个叙利亚。也就是说，在6月份的战争，以色列仅仅获得了部分胜利，并且伊朗核项目的真实状况我们也不得而知。虽然福尔多被炸了，但浓缩铀有没有运出去不知道。听说伊朗与俄罗斯有秘密核协议，局势更加复杂。为了达成最终目标，新的冲突在所难免。如果一爆发新的冲突，激烈程度会比大家想象的更大。当前迹象表明，在下一次交锋中，伊朗将从一开始就采取猛烈打击的方式，以色列也是如此。如果美国再次参战，或许会卷入一场全面战争。亚洲地区，韩国兵力在6年内缩减了11万。根据媒体报道，韩国军队规模在过去6年间缩减了 20%， 现役兵力从2019年的 56.3 万人减少到2025年7月的45万人，其中陆军人数缩减超过10万人。在规模缩减过程中，韩国有17个师以上的部队将被裁撤或整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就是适龄男性人数大幅下降。韩国政府的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5年，韩国20岁男性人口减少了 30%， 这导致维持战备的缺口达到5万人，其中士官缺口约为 2.1 万人。当然，这个问题现在还不是那么严重，一些先进武器与完善的训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兵力不足，但是用科技替代人力是有极限的，最好的选择还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男性人数下降跟生育率有关，这点各位应该都听说过。韩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2024年的生育率为 0.75， 属于全球最低。韩国政府预测，全国人口将从2020年的5180万降至2072年的3620万，兵力萎缩将更加严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韩国军方正在考虑提高女兵的招募比例，为短期服役提供奖励，减少将男性分配至非战斗职位等。不过这些措施都只是治标不治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提升生育率才是王道。另一边，俄罗斯黑客入侵美国，网站战有什么作用？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司法系统遭受了大规模网络攻击，幕后黑手就是俄罗斯政府。黑客的目的是在纽约等地区搜索中型刑事案件，重点关注涉及俄罗斯和东欧刑事的案件。这是想要找到美军司法部门的秘密线人，并对其进行报复，或者盗取一些无法公布的文件，引发社会动荡。这不是俄罗斯黑客第一次入侵美国司法机构，在2020年，他们就入侵了美国政府机构的软件。俄罗斯黑客的目的大概是寻找一些俄罗斯间谍被捕记录，想办法对其实施救援，或者寻找与其他相关的事件，比如之前我们聊到的那个向俄罗斯提供 M1 坦克机密文件的美国士兵。在东欧的案件则可以帮助俄罗斯找到美国司法部在欧洲的线人。不过网络战的重点应该还是获取军事机密，引发社会动荡。俄罗斯200万份核机密泄露，以及北风之神级泄密事件，或许是乌克兰间谍做的，但也有网络战的可能。在武器领域，俄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将出海测试。来自俄罗斯的消息称，经过12年的升级，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已经准备就绪，将在8月至9月出海测试。对此，火力军只能说没什么用。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20世纪80年代末建成，排水量超过 2.5 万吨，曾在北方舰队服役。不过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经济的持续低迷，在1997年之后，该舰基本上就处于半退役状态，在港口闲置。一直到2013年，俄罗斯决定对其进行升级，并将其拉到北德文斯克的北方机械制造厂改造。当时计划在5年内完成，2018年左右完工，随后推迟至2019年，之后一直延期到了现在，升级足足花了12年，成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不过就火力军来说，俄罗斯这种考古式科研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它的同级舰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与拉扎列夫海军上将号在2021年相继被拆解。俄罗斯对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进行升级，也无非是延长舰体寿命、升级电子设备以及更换导弹，使其发射口径、锆石等导弹，
反舰和对地攻击能力有所提升，但是其防空实力估计没什么大升级。既然乌军无人艇可以击沉莫斯科号，那西莫夫海军上将号自然也可以。而且在现代海战，重火力大已经被抛弃，航母才是最好的。不过很可惜，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已经成废铁了，马上就要被当垃圾卖掉。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普京想不想拿回阿拉斯加？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